呆萌可爱的青蛙可以在家养吗？天哥告诉你，可以。2年前的春天，鸟商在河边发现了一些青蛙卵，把它们带回家了一些，看看能不能孵化出来。1天后，加快视频速度，卵好像一直在动。2天后，卵长出了小尾巴。3天后，尾巴越来越长，在加速的模式下看它们很活跃，实际上它们没怎么动。第5天仍然没怎么动。第6天，它们开始活跃起来。1周后，它们已经成为小蝌蚪了。那它们吃什么呢？给它们喂鸡蛋清试试，还真吃了，感谢鸡哥。第8天后，它们可以吃鱼食了。第9天，可以分辨出它们的眼睛和嘴巴了。10天后，它们越来越大，专心的吃着食物。17天后，可以看到它们的胃，而且它们的大小出现了差异。把食物放进去的时候，它们都非常活跃。23天后，它们的小脸蛋都变成了淡粉色，好像抹了腮红。32天后，对比第7天时候的样子，它们真的长大了好多。终于在33天的时候，在尾巴的根部长出了小脚丫。第40天，它们的后腿越来越大，可以清楚地看到后腿的形状。第50天，后腿发育完成，肌肉也有了力量，游泳的时候也会用后腿发力。54天后，小蝌蚪的脸也变成了青蛙脸，前腿也快露出来。56天后，它们长出了前腿，从小杯子的底部可以看到它们长出前腿的瞬间，它们的前腿是先长出来的，包裹在皮肤内部，然后它的手指先露出来，接着是胳膊肘出来。没想到都说用力大是用上吃奶的力气，小蝌蚪居然用上了拉粑粑的力气，手终于出来了，另外一个前腿也出来了。在变成青蛙之前，它不用吃东西了，因为它可以吃自己的尾巴，它的尾巴会被自身体内分泌的消化酶消化掉。有的蝌蚪还会用后腿帮助前腿抠出来。马上要变成青蛙了，它从鳃呼吸变成用肺呼吸，一直待在水里会被淹死，所以得给它准备一些小陆地。58天后，鸟商找来一些小石头，给它们搭建了一个水陆环境，找一个不用的小塑料盒，给它们做一个大壕室，盒盖切开一部分，用隔壁王大爷不要的纱窗做成透气网，用胶布固定纱网，盒子里加上几块小石头，加入纯天然的小野水，一个临时的青蛙缸就做好了。为了让青蛙比较好的爬上来，水位的控制比较重要，而石头的阴影也正好给小蝌蚪提供了躲避的空间，盖上盖子避免它们跳出来。同样是生活在一起的蝌蚪子，做蛙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？有的后腿还没长出来。59天后，成长最快的小蝌蚪尾鳍已经在变短了，变得相当像青蛙了。这还有长出一只手比叶的小蝌蚪。60天后，仅过了1天，这小蝌蚪的尾巴就变短了，这只的尾巴更短，把四肢发育完全的转移到有石头的盒子里。这还挺难抓的。61天后，成长快的小蝌蚪尾巴已经快消失了，而且可以爬在河壁上，这只也爬在了石头上，它这眼神看哪里呢？一下就跳了起来。变成青蛙后，它们就不吃鱼食了，它们就吃活食了。鸟商得给它们找点吃的，在院子里找有没有它们能吃的虫子呢？什么都没找到，只在叶子上发现了一些蚜虫，虽然不知道吃不吃，但是大小挺合适的，抓了5只，连同叶子一起带回家，把它们放在石头上，蚜虫马上爬到了青蛙旁边，有一只甚至都爬到了青蛙的嘴边。它吃不吃呢？还琢磨呢，都爬到脸上了，可能是脸觉得痒了，所以小青蛙藏了起来。62天后，鸟商只留下2只成长最快的，其他的小蝌蚪送回它们出生的地方，然后继续给小青蛙找吃的。找到一堆西瓜虫，这有点太大了，因为已经变成青蛙，所以不需要太多的水，喝不溜秋的就叫它们小黑吧，在这个小瓶子就可以养。这大号的西瓜虫都快赶上小黑大了，所以它们只能一起睡觉了。还好在老地方又抓了很多蚜虫，蚜虫从小黑眼前爬过，这好像不吃呢，小黑什么都不吃，这咋办呢？鸟商只好又来到了野外，这毛毛虫是不行的，还有这七星瓢虫的幼虫也不可以。这里有只七星瓢虫，它们会发出臭味，估计小黑们也不会喜欢。这有只吃货，你还搁着拟态呢，整个白墙上就你最明显，让你拟态掉下去了吧？总算在墙边的叶子上发现了很多的蚜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小黑会吃它们吗？好了，本期青蛙的故事
就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2年半前，鸟商在河边发现了一些青蛙卵，把它们带回家养了起来。2个月后，它们从小蝌蚪变成了小青蛙。这2只小青蛙一直住在这个圆瓶子里。鸟商决定给它们打造一个大豪斯。64天后，鸟商用装手办的盒子加了一个透气网，做成了一个青蛙式养盒，在野外挖了一些小野草和小野土，装饰在盒子里，然后放上石头和水盆，给土上也撒点水，这样一个青蛙造景就完成了。小野草可以给小青蛙们躲避的空间，它们身子干了还可以去水盆里游泳。把2只小青蛙放进去，不知道它们喜不喜欢这个大豪斯呢？里面还加上了蚜虫作为食物。鸟商没事就出去找虫子，这大黑虫子不知道是啥，反正看着不好吃的样子。这小蚂蚁、青蛙也不喜欢，只有这玫瑰花上的满满的蚜虫才最合适。剪下带有蚜虫的部分，放到小黑们的家里。小黑们会吃吗？小黑走到了蚜虫的面前，看准时机，一口就吃了一个。那么用牙签插上蚜虫，小黑能吃到吗？好家伙，这吃了个寂寞。再来一次，吃是吃进去了，又没有完全吃进去，掉在脚上，一脚甩飞了。看一下慢动作，分析一下蚜虫的心理阴影。小黑还挺有骨气，不吃嗟来之食。再来挑战一次，让小蚜虫抓住牙签头，放到小黑的面前，这次会怎么样呢？这摆手的意思就是不行呗，你就说你吃不吃吧，先观察他俩的情况再说。原来他们保持不动，就是在观察猎物，看准时机，一口吞下，吃完还会吐一下舌头，太可爱了。把视频的速度加快，可以看到小黑们基本上不动，好像在看蚜虫，但是怎么都不吃。69天后，看看小黑们的情况如何。在熟练的掌握技巧后，他们一天会吃掉很多蚜虫。这有一只已经进入了小黑的瞄准范围，猛地突然出击就吃掉了。这边还有一只，小黑发现河壁上有一只蚜虫在爬来爬去，但是离得挺远的，这怎么办呢？直接跳了过来，没想到撞在透明的塑料上。那么这次再用牙签给他一只蚜虫试试，很顺利就吃了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这水盆里发现了一只被水淹了的小虫子，它是在土里一起带来的吗？把它叫上来，这是一种叫土椿的虫子，只有5毫米大，挺好玩的，就让它回归大自然吧。菜园子里的莴苣苗完全蔫了，这个也枯萎了，这是咋回事？从根部就断了，这也许是某种虫子搞的鬼。挖开泥土，果然发现了这个嫌疑虫，就是它把莴苣咬坏的。这边也挖一挖，挖出了一只更大的，放大观察一下，原来这是2只地老虎，又叫切根虫。土蚕会变成扑棱蛾子，喜欢夜晚活动，专门偷吃蔬菜的根部，是个小害虫。放大看一下它的小嘴，它就是用这个樱桃小嘴咬断植物根茎的吧？走起路来还挺可爱的，但是咬坏了鸟商的蔬菜，那能饮吗？自然是能的，就送它走吧。不好意思，是我冒犯了，一不小心手滑。这石头怎么砸到了地老虎身上了？对不起，我给你游。这小小的也挺可爱的，一样的，用石头盖上它，让它有一个藏身之处。那么这菜叶子上的洞又是谁干的好事儿呢？是这种小虫子，仔细一看还挺多，一会儿就收集了一堆，都想吃我的菜叶子，良心大大的坏了，怎么把他们赶走呢？不知道小黑们吃不吃这玩意儿。抓一只放到小黑的面前，这吃了个寂寞，这刚吃进嘴里马上吐出来了。是这小辣条有点咸了吧？还是太好吃了，所以舍不得一次吃完呢，把剩下的小虫子都给他。有一只爬到了水盆旁边，小黑看到还是忍不住吃了，吃完又吐了。我可能不是蛙，但你是真的狗。73天后，鸟商在玫瑰花茎上发现了大量的蚜虫，这也太好了，抓回来给小黑们吃。小黑吃得饱饱的。75天后，鸟商在野外抓了一只跳蛛，想看看把它放在小黑家里会发生什么呢？跳蛛比蚜虫大得多，这也引起了2只小青蛙的兴趣。也许是感觉到了杀气，小跳蛛停止了运动。你们玩123木头人呢，是吧？还是小跳蛛忍不住动了起来，小黑也忍不住模仿起了跳蛛。可能是从出生就没见过其他也会跳的生物，要比跳跃的话，你们俩还不是小跳蛛的对手。但是小黑们都不服气，一直盯着小跳蛛。2个人互相对视了1分钟后，小黑发起了攻击，
眼耳小跳蛛毫发无伤，太厉害了！小黑又一次撞到了玻璃上，放大仔细看，小跳蛛还真可爱。正前方2个滴溜溜的大眼睛，这小卡拉米很受人喜欢，养它的人也挺多。2个前爪毛茸茸的，太可爱了。既然它逃过了一劫，那么就让它回归大自然吧。好了，本期青蛙的故事就分享到这，我是天哥，我们下期再见。